果爹，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来。啊，对，我们今天要去教你的新车。对啊，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睡不好，因为这好像那种小时候，可能到圣诞节或者你生日要到的时候拿到玩具，延续一整个星期睡。你上一次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准备要到了睡不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 iPhone 1的时候，他就先发表，然后你知道哪一天要开卖，然后就等待开卖那一天。我记得我就做梦都会梦到，就是他当初那个多点触控。我都会梦到我在去纽约去逛街的时候，在街上看地图，然后手去滑动它。应该过了快20年嘛，然后这一次就有一个拿到一个新东西，这种兴奋感。好，那我们就现在去交车喽。差不多就去了。我现在就是在去交车中心的路上，基本上我们也没特别带什么了，检查就简单检查，用这个手机的手电筒看一下。德国厂的时候，我们上次看 Y， 其实现在出来的做工都没有什么，都很好。我觉得唯一要确认就是它首发版的配件到底有没有。哦，对，我觉得这个是我重点要检查，首发版的开机画面多付这么多，多不多？就是要确认这个部分。那如果那些基本上应该都有，后面那个名牌啦，对，那名牌只15万，对不对？然后开机画面，开机画面跟很多车主一样啦，我们在群组里面都有讨论，就直接可能送去贴隔热纸啊，什么这些东西就弄一弄，所以就是确保没问题就直接送去，就整个流程就会很快，然后就不要太多天没有办法开到车。你知道吗？因为就至少要4-5天了，隔热纸包膜什么，所以虽然是今天领，但是中间会有一个流程这样，所以蛮期待的。哎，Tina，Hello， 早安。哇，这个气氛很棒。早安。嘿 ，Hello， 感谢。有没有比较不真实的感觉？有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这种感觉。现在往后一看，所有的车都他们哇，全部的车都已经有了。哦，看到我的了。哦，Hello， 很开心。都黑了呀！谢谢。好，很期待。就是我要看开机画面，有一些光这样子，对，就是这一台了哦！天啊，我跟你讲，这个兴奋感，对，没有办法去假，这个兴奋感就是，首先这个快看起来还 OK 吧？我觉得很漂亮，干净的就真的很好看。这个只要贴一下膜，对，我觉得如果你要亮一点，就贴一下，让它亮一点就可以，或是消光。我觉得兴奋感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隐藏。有点小流泪的感觉哦，好好抱他一下。车主可以到我们的看一下，我觉得稍微检查一下车。好，对，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车子的周边啊什么这样子。你教过大家了，那你再自己操作一下自己的车。我应该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看玻璃这些地方啦。那可是现在我知道新的 Y 德国厂它的做工很好，我甚至觉得其实比上海厂还要密。这个我觉得很棒这次我们特别准备了蝴蝶结，好开心哦！我觉得这一次的做工真的是很棒，我必须老实讲。你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这个密合度到这边，而且两边是非常的一致。就像我上次讲的，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这个外观，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样。谢谢。哇，这感觉这个真的情绪价值超满。刚刚检查大致上，我们基本上就是注意的地方，大家都有看了。然后我觉得总结论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做工，不管是德国厂或者是整个特斯拉做车工艺的提升、经验的提升，都感觉得出来。不管是前盖的缝隙，然后侧面车的缝隙，然后窗户的这些密合度，然后我们现在关起来，它的隔音超好。大家如果在取车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它这边你是刚拿到的人，它这边有一个环，那就代表说你这个辅助驾驶要启动前，这个环它要先学习完了，它等于是有一个足够的数据，然后才开始可以让你去启动这个辅助驾驶。所以刚看我要启动辅助驾驶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它这边还在这个东西还在跑。你看今天外面几度啊？30几度有吧？34度。你们现在觉得热吗？会不会这个其实新的这个天窗真的还蛮有用的啊？所以现在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贴，或者说可能装个那个遮阳帘这样子。目前比较嘴硬一点，我想就先不要贴，体验它这个镀银的天窗到底开起来感觉怎么样。顶多冷气开强一点嘛，对不对？问题不大嘛？问题不大啊。其实这边好像有点温度，这好凉哦。
可是通风也好少。特斯拉通风也特别强，我觉得。因为我本来的车也有，可是其实没有那么有体感，所以我大概才开几秒就已经觉得可以稍微弱一点。然后驾驭感，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试驾过啦，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开首发版20寸的轮框，然后配上全能驱动。过这些坑洞的时候，我是觉得还不错啦。你觉得？支撑性还不错，支撑性不错。有人就说，不管是说因为20寸的轮框，或者是说 Long Range 它下面的电机数啊重量稍微重一点，他们觉得说，其实在这些晃动感上面，或是过弯很多的地方，比后轮驱动版再更稳定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是它的避震的进步，还有它整个隔音，我觉得。上市民大道算是非常的明显。我觉得不管你是开高速公路或者一般的市区，应该都是会非常有感。那整体像我们现在就是开这个辅助驾驶，所以我觉得开车的这个轻松感真的是非常的明显。那对比我本来的车是没有任何Level 1、Level 2什么都没有的话，开车起来的这个舒适感，就是说压力感就是降低非常多。那一天我们在交车 Party 的时候，我们访问九妹，她说她自己的评估啦，这个也没有确定什么，她觉得说台湾的 FSD 应该是明年很快，就是应该蛮有机会，明年就会释放出来。那因为像你现在有跟我讲嘛，台湾就是跟欧盟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他说欧盟应该现在已经有国家开始在开放，所以台湾跟他们的话，通常是他们之后开放之后，我们就很快。这一点我就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有 FSD 之后，买这台车的价值就提高很多，超级，我觉得就完全22万就直接刷，因为我现在是全部都没有买，今年过一半了嘛，那明年的话，如果这个试出来。很有可能，我觉得会被特斯拉的车，所有车款会变成超级的抢手。那旧款只要你是 Hardware 4的话，基本上就是都可以直接支援。我们这个也是。如果 Hardware 3的话，目前美国是在讲说可能会有升级的这个套件让大家去买。那这个没有确定，也不是官方的消息。这个公司以后的发展性，不管是说在车队、计程车、Uber Eats。送货，那我们昨晚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像美国那种地方，可能连物流甚至连通路这些东西，特斯拉如果要涉足的话，变成每一个人的车你没有在用的时候，它都可以去支援变成他们的物流车。特斯拉就不单只是能源公司，不单只是卖车的公司，它是一个掌控一个所有交通网跟能源网的一家公司。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开始重仓特斯拉。那未来这台车当然就是我自己家人会使用，我们自己就是真的每天会去开它去使用它。我觉得这个驾驭的体验的心得是最真实啊，就真的去用它。那我们家里有很多家人需要载，然后我们还有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蛮能反映到大家使用的情况。那当然这个使用的情境跟这些软体升级啊这些碰到的任何状况，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就变成是我们频道想长期评测一个科技产品，然后现在我们是升级到一个电车，一个未来可能是自动驾驶的车，就是希望接上这一块，然后未来它在导入他们的这个 AI 助理在里面之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一块也完整的记录下来。所以有人说，你是不是买这个，到时候要拍10支影片？我们不只拍10支，我们拍100支，拍1000支。我们就会一直拍下去，那这个就是记录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跟这台车一起生活的这个体验。我们昨天群组跟大家讨论，就是先去可能贴隔热纸，然后去买配件。那我们等一下去那边的话，就大概把东西挑一挑。那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些都先约好，那你隔热纸啊什么，可能就是新车领完之后要去放个几天，应该在4、5天就可以把我们车真正全部配好的东西把它领回来。那我们现在去这一家做隔热纸啊，还有包膜这些所有的东西，那可能观众会问说为什么选这一家？一开始就是很简单，就是我朋友在这边做改车啦，我学校小孩朋友的家长，当然也一样是我朋友，他也是开 Model Y， 然后看他做改车什么这些配件的组装，我就去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这家店，然后我们自己过来看之后，很多我觉得自己对我这种工作比较忙的人，一个地方你可以做完所有的东西嘛，可以大家看他的厂房就是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明亮，非常的舒适。那我去那边在等的时候也有地方可以坐，你带小孩去也有地方可以去休息。那另外我觉得我就没有时间，比如说我今天要隔热纸去一个地方，然后包膜去一个地方，配件再去一个地方。我们工作很忙，我就希望去一个点，那他就帮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那到时候一样的天数，比如说你今天包隔热纸跟包膜，你可能要分个2天3天，然后最后可能拖1个星期，我就把这些所有的天数在同一个地方弄好，那到时候一样的天数我就过来取车，这些东西全部都装好，它的价格也没有比较贵，就对我而言省了时间，然后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是我选择的原因。等一下我们到现场可以去多聊聊，去多看看。
Started with the Beamer, now I want the Benz. Spinning on the back like here I go again. Outside says the chirp, now the camera phone. Told you I'ma make, keep the channels on. Why you acting different when the camera's on? Why you acting different like your paper long? 8 day wake up and I thank God. Bad decision got you wishing you get safe. Hello，来，我带您到2楼参观一下配件。谢谢。今天交车的人很多吗？今天大概我们那天20几个人交车吧，对，然后我们台南陆陆续续还有30，今天要交300台，超多人买的。我这可能收给您这样，可能这样大家比较清楚。好的，谢谢。好，那我跟您介绍一下，这边就是我们配件的展示区。我们特别放了一台展示车在这边，就是希望客人看到，好多配件哦，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它的功能是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上实车去试用看看。然后全新的 Model 3就摆在这边，哇 ，OK， 浮夸。那我先带您看一下 ，OK， 交车车主之后会先考量的配件就是我们的脚踏垫 ，OK， 对，那脚踏垫的话，其实我们大家就是针对市场呢，帮车主找到最适合的脚踏垫，我们找了4个礼包的内容。那其中我们先推出2个礼包，第一个是基本款的脚踏垫，好清洁 ，CP 值高。那另外一种全包覆的脚踏垫 ，OK， 对，因为特斯拉的侧边啊，那个门槛条都是植绒布的材质，对，国天你有。我有小孩，还有狗，还有养狗，哇！对。那因为您最头痛的就是说，你侧边植绒布，小朋友的吃东西掉了屑，零食、狗毛，对，狗的零食什么全部塞在那边，而且你吸尘器很难吸起来。这个我现在有看到人家就是另外贴，就可能他有装这个，再另外贴一个，然后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个缝。它反而就缝又卡进去，还是会卡一个小缝啊，或是不完全合一体式。然后我们也测试过，没有啥公差，然后完美贴合，就真的保护到就是全方位。再跟您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第3个跟第4个套餐，主要就是个性化的特色的脚踏垫，以及Jowa。对我正要问，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Jowa的东西。你们也有这样子？对，我们Jowa准备进来了。那基本上接下来新外交车的客人陆陆续续都可以在我们这边也买到Jowa的商品。那所以如果说像我今天可能想混搭，就是我就是喜欢那种头脑动来动去的，对，这样也可以吗？就是这边可能混搭，当然没问题，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礼包，基本上就是基本款该配备的东西，新车主必买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剩下的话，我们就是看客人的需求。那我因为有太多不同的品牌，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品牌可以选，那你就是选你最喜欢的、有质感的，或是符合你需求的都没问题。我们大礼包内容是固定，但是单品的配件你都可以任搭。OK， 这很棒，因为这边都有嘛，我等下就可能挑一挑现场，可以直接在这边一次买完。对啊，一站式啊，我这样选完之后，我等下车上也可以直接先看套起来怎么样子。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针对于包膜，因为你这一次的换新外是有打算要包膜的嘛？对。那我想问一下，是说因为包膜的选择总共会有一个是改色膜 ，OK， 还另外一个是犀牛皮车漆保护膜的部分，以及改色犀牛皮。那想要问一下果爹，你针对于就是包膜的部分，你比较倾向哪一个设定？因为首发版它这个色是已经加钱选，对，我想说还是保留看得到这个色 ，OK， 已经花这个钱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你就是透明的这个呈现，所以就会是比较像是犀牛皮车漆保护膜的感觉。那它这个产品又有分成2个选择，一个会是亮面的车漆保护膜，所以主要是让你原本的这个高亮的车漆变得更有这个亮泽度，更亮一点这样。对，那如果是雾面的话，那就是一样吃你的这个底色，快银的这个颜色，但相对的它可能会变成比较这种消光银的这种呈现会出来。那犀牛皮的部分，我们现在店里面总共有3个品牌可以选择。那一个是曾经都是原料商，那现在自己出来推成一个品牌叫 KSG。那另外一个是相对比较知名的就是 Suntech。但是我们最近在主推的是这个米其林的犀牛皮，因为我们后来经过这个其他师傅的共同讨论，发现米其林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耐黄化的这个设定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条件，一般大部分犀牛皮其实都有黄化的问题，尤其是浅色的漆面，它更容易去呈现出它黄化之后这种变黄的感觉。我们白色用很多，对，但是米其林它这一次主打的这个抗黄化，它主要是用到进口的这个脂肪族 TPU，所以它呈现出来黄化的等级，它这边是有担保，像是它有分等级1到5，那以等级5来讲，它是抗黄化表现最好，所以它的颜色黄化的程度会是最低的。米其林它的膜料里面也有分成好多不一样的厚度，
对，但是经过长期的一些施作的经验，其实不见得厚就代表对于这个整个贴膜的表现是最好的。我们这边店内主推的会是 M7这个系列的亮面保护膜。OK， 那它的厚度就是维持在7 mm 左右，那等同于也是一般进口车整个漆面加上精油层左右的这样子厚度，所以我相信它的保护力一定都会是没有问题的。那再加上因为它不会相对的那么厚，所以整体它贴膜之后呈现出来的感觉，你说要有这个翘起来的问题，相对也会表现得比较好一点点。了解。对，那如果今天是贴雾面的车友的话，其实也是会选到这个米其林的 MAP，那它主要就是整个系列里面雾面就只有这个选择 ，OK， 其他的都是亮面的安排。像有人说，可能以前的 Y 可能头灯比较大，大家不大会去刮到什么，可能也会贴。那现在新 Y 的话，你们也会有建议说，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几率问题，那都还是会有可能会去把这个头灯打破的这个问题会发生嘛。OK，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如果有选到全车的贴膜的话，我们的这个大灯犀牛皮也会是用赠送的方式直接提供给，就直接送，不用另外。OK， 好。很舒服，坐在这边这样子，冷气又强，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它厂区很大，进来的空间灯很明亮。然后我们刚其实就走到后面去看它的保养的区，还有改装的区。那他们其实动的东西非常多，像它的可能遮阳帘啊，它的避震啊，然后它的这些电动尾门这些什么，就是你要怎么去改它，基本上。这边他们有实车，他们自己改的车子让你去看。而且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一点是，假如说我的车还没到，但是这边已经有实车，你想要先把配件买好的话，对，它这边有实车装给你看，对，所以你可以先装了，可以先买好，你的车到了，可以直接马上把它装上去。我觉得现在网购什么都很风行的，但是你摸不到。那有时候不同车厂产的这些尺寸有没有差距？但这边如果都有，你现场看看摸摸，然后你装上去觉得是 OK 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买。我还要分享一点，就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一站式对我而言是方便的地方。就是私心来讲，除了我刚刚讲省的时间之外，那像我刚刚不管是隔热纸、我包膜这些配件，甚至未来可能要改装在同个地方，那我不会碰到说今天可能我贴完膜，然后去贴你可能隔一天要再去贴隔热纸，他可能会说，如果你隔热纸翘起来，他可能会说，是因为你去贴膜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动到，可能会推来推去，对，有一些这些问题。那但不是说都会有，但是你只要有一次碰到，你时间上还处理这些问题就很麻烦。那我觉得同一家今天不管什么东西都在这边买，那我要选不同的品牌也都可以，所以他们今天蛮自由让我去挑。好，那最后有一个小彩蛋我们就留到最后。那为什么我选择来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让我觉得把这台车特斯拉车放到这边就很安心的原因。好，刚刚挑完东西，后来其实就回到这个休息区，那其实就开始玩起来。他们这边有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玩，那我就在这边绕一绕。OK， 那我们现在就我们车在下面做一些整理，然后不管是它的隔热纸我也选好了，然后它的贴膜我也选好了。那这些所有的细项，下一集再做一些比较清楚的讲。我们最后来领车的时候，里面装了什么，改了什么，然后贴了什么东西。那反正主要就是隔热纸、包膜跟里面的配件。那可能电改的部分，也会动到一点哦。那就是一些方便性的东西。那我们蛮期待下礼拜过来领车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算是一个完整的取车的体验。很期待那台车改完之后，就是全部处理完之后在外面的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全新 Model Y 的这个交车的体验，从一开始早上到我们领完车到走了，然后到过来事后的这些配件的这些选购都记录非常清楚。那希望这样的影片对要购入新车的人都有很有帮助。那是或者你现在也是特斯拉的车主，也可以一起分享这个影片。OK， 好，那我们这个群组啦，我们有个特斯拉群组，大家可以欢迎进来一起聊天，就是没有压力，聊聊天，交个朋友。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 Bentley， 我们下次见，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后面一个小彩蛋啦。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也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觉得我把自己的车放到这边，我觉得很安心。那我们这边有 SpaceT 的老板，在过去7年，我曾经任职在特斯拉，然后从一开始的业务，然后到后面的商业开发部，然后到充电部门，到最后的这个管这个北区的服务场。这个场域呢，我们其实拉了一些我们曾经过去在特斯拉服务的这一些同事。然后从技师到我们的业务，可能本身也是车主，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更能够了解车主的需求，然后我们希望呢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让车主能够一站式的完成，对您的车会比较有保障。这一点我其实就是觉得会让我很安心啊，因为毕竟。